你叫陈平，矿场踢过来的那个？回王管事，弟子陈平，这是矿场调令，请管事过目。原来是矿场来的穷酸货。从今日起，你就去单房废渣厂，负责运输废渣的活，每日30车，少一车扣1顿饭。自从3年前来到青云宗，成为低层杂役弟子，3年来没有吃过1顿饱饭。起床干活，一群懒骨头，等着老子拿鞭子来请吗？底层杂役干脏累活，被永无止境的压榨。这里的杂役干活只是为了活着，卑微如蝼蚁，日复一日，永远看不到尽头。有一丝暗淡的光泽在闪烁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，先收起来吧，万一有用呢？怎么回事？饿出错觉了？原来是看花眼了。这是哪里？不是窝棚，不是做梦，这土很肥沃，能种东西，能种东西就能有吃的。这是给我的活路吗？这是仙缘吗？出去，进来，出去，进来，出去，进来，出去。进出越快，眩晕越强，不能太快，得慢点，不然脑袋要炸了。有地了，得种东西，种什么能最快填肚子？谷子、灵谷，蒸熟了就能顶饿。可我去哪儿弄种子？灵田里就有，可灵谷是仙师珍宝，私藏即死，偷盗抓住会被打死，不偷就会饿死，偷了就能种出来。拿到了，灵谷种子拿到了，进去。坑不能深也不能浅，半指刚好。进去吧，靠你们了。盖好，盖严实。会发芽吗？一定会的。会不会埋太深了？发芽了，这么快就发芽了。还在，玉佩还在，头不疼了，不能在玉佩空间待太久，会头疼，但这值得。只要能种出灵谷，这点疼不算什么。起床干活，一群懒骨头，等着老子鞭子来请吗？今天你们去西边猪场喂猪，误了时辰，扒了你们的皮。没看见猪都饿得拱蓝了，耽误了灵猪长肉，你们担得起吗？这刀连草都砍不动。磨蹭什么？这点够塞牙缝，再去割。忍住，等到晚上。进入。这是昨天的芽儿。才一天就长这么高了。
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这味道，闻一次吐一次。这张老头没用了，丢进去。老张头，他死了。如果没有那块玉佩，这就是我的下场。这么高了，好壮！磨破了，又磨破了。忍耐，忍耐，好香，就快要熟了。忍耐就有机会。快了，灵骨快熟了，熟了，终于熟了。这是我种出来的，3年了，终于不用挨饿了。6颗灵骨就能种出这么多种子，用这些种子能种满这片黑土地，等这些种子成熟，就能吃上灵米了。终于把种子全种下了，终于踏实了，腰都快直不起来了。7天，再等7天，割草，和以前一样。哎，这糊糊很快就不需要了。等吃到成熟的灵米，我就能拥有500斤气力，成为长翼弟子。王管事有1000斤气力，成为了管事弟子，却没有灵根。想成为记名弟子，必须拥有1000斤气力，再检测出灵根。有了灵根，才算踏上仙途。看看出没出？松了，土松了。太快了，这生长速度不止10倍。上次6株灵骨，用手搓了1整晚，这次是600株，一株一株搓，半个月也搓不完。灵骨马上就要熟了，要想办法才行，要弄到镰刀、脱骨车、石磨才行。远处那个就是工具棚，白天有巡逻队，晚上没人看守。就是今晚，一定要拿到工具。别出声，慢慢来。运气真好，门没锁。镰刀、脱骨车、石磨都在，好锋利。这些工具要赶快带走。这些大家伙也得带走。进去。进来了，带进来了。有了工具，就等灵骨成熟了。在这矿洞只能等死，当了苦役弟子，就有条活路。平儿，去了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我要活下去，要救出父母。第8天了，终于，灵骨全都熟了。好快的镰刀，比之前的强100倍。唉，终于把灵骨都割完了。这就是灵米。一株6000粒，6000株3600万粒，是1200斤灵米。有吃不完的灵米，再也不用挨饿了。有这么多灵米，暂时不用种了。精细药力席卷奔涌乱乱，感觉力量变强了。吃灵米，练养生功，把身体练强壮。养生功真能养出力气吗？吸气，呼气收，一手丹田，有力气了，感觉轻了好多。看来这灵米果然有用，这么多草还是很轻。邪门了，这辽病鬼哪来的劲儿？云手比前面2个都难。
还要多加练习才可以。比背一天猪草还累。起！这个陈平不对劲。陈平，我看你最近精神头不错嘛，力气也见长。回王主事，是您管教的好，小的不敢偷懒。哼，既然这么有劲头，明天去北坡那片的林子清理猪圈。王管事，北坡那边听说不太平，有野猪。你不是力气大吗？搬石碾子都有劲儿，还怕几头畜生？怎么，我使唤不动你了？小的不敢。那明天就去。赶紧的，天黑前弄干净，老子可不想在这鬼地方多待。我还不能死！啊！这头野猪是我的，独吞这头野猪。一整头野猪都放进玉佩空间了。陈平，你死哪儿去了？猪圈的活干完了吗？看你这副死狗样，活肯定没干完，废物！王管事，昨天有头大野猪冲进猪圈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我好不容易逃出来，胳膊也被抓伤了。放屁！哪儿来的野猪能跑进猪圈？我看你是偷懒耍滑糊弄老子，少找借口！今天立刻给我滚去后山市场搬石头，搬不够100块别想回来，给我盯紧他，少一块石头老子抽死你俩！是。没坏，快1个月了，竟然没坏。空间里的东西不会腐烂。好香的肉。5套，养生功可以做到第5套了。现在搬动300斤石料也很轻松。再有10天就可以提升到500斤。吾乃内门执事殿弟子周清。上仙驾临杂役峰，小的有失远迎，不知上仙有何吩咐？吾奉长老之命，宣查各峰灵气浓度异常变动，特来查摊节点。吾需暂住数日，挑选2名手脚迷落的杂役，负责打扫和烹制饭食。就这2人吧。打扫净室、烹制饭食，暂住数日，是机会。
王管事他们都去伺候仙人了，抓紧机会，要趁机赶快练功。很快就能参加长义弟子的考核了。又有力气了，要赶快练习。5套，养生功可以做到第5套了。听说了吗？宗商派来的仙人是来查灵气突然减弱的事儿，屁都没查出来，马上就要打道回府了。人家是上仙嘛，走个过场就行，谁会真管咱们这破地方？宗门灵气减弱，不就是我捡到玉佩以后的事吗？玉佩的事绝不能让人察觉。看什么看？都给我干活去！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狗屁仙缘！都是这个晦气的废物！陈平，你聋了？给我滚去后山清理荆棘！嘿嘿嘿，听见没有，废物，还不快滚！王管事，清理荆棘的活你找别人吧。找死！我的活做完了，我要下山参加长义弟子的考核。考核？就凭你？你这断了手的废物还想当长义？我看你是疯了！拦住他，打断他的腿！这怎么可能？王管事，考核时间有限，我先走了。弟子陈平，申请长义弟子考核。规矩知道吧？举10所过顶，稳住3息。500斤，成败在此一举。起！1息，2息，3息，成了。拿好，这是长义弟子符和身份牌，去窝棚区西找个空窝棚住。明天卯时到后山石场找李工头报到。长义弟子，我成了。就这间了，新的开始。长义弟子，每天卯时开工，申时收工，每天有3个时辰自由时间，每月还能领糙米和微薄工钱。新来的，力气看着还行，以后负责砸石，把大块石料砸成拳头大小，每天砸5方，申时收工，完不成扣工钱。第1天，不到3方，正常。任务未完成，今天工钱没了。今天的拿好。之前的努力都值得。再累，练功不能断。李管事，陈平那小子帮我弄走。陈平，别砸了，收拾你的家伙，去灵矿区报道，那边缺人手，下午就过去。王胖子，是你？又来个送死的！拿着矿膏，规矩很简单，下矿挖原矿，每人每月定额100斤，完不成扣0精，连续3个月完不成或是死在里头，就算你倒霉。灵矿区是杂役风死亡率最高的地方，传言矿工们活不过半年，前3个月染上灵矿毒，后3个月在咳血中等死。这矿洞会吃人。这就是灵矿毒。这矿洞里干下去，迟早被灵矿毒死，除非弄到青灵草。
两位大哥，这点肉干拿着，想请教，这灵矿毒该如何化解？青灵草，宗门药堂专门对付矿毒的灵药，一株下去，力气都能长一大正。青灵草要去哪里弄？管事处仙人那里有5灵灵晶一株，2个半月的命搭进去才能买到。就没有便宜点的法子，比如种子，自己种。种子1灵晶1粒，可凡俗泥土种不活，需要灵田灵气才行。我的空间就是灵田，1灵晶，买1粒种子。这灵矿毒，我的身体正在垮掉。曾经600斤之气，染上矿毒，如今连400斤都勉强。必须撑住，买到青灵草种子。丙字7号陈平，矿113斤达标，共计3灵晶。仙师大人，小人想求购青灵草的种子。1灵晶1粒，凡俗泥土种不活的，你想清楚了？请仙师赐1粒种子。小人还想再买2粒。这里是我唯一的生机，一定要活下来。终于有希望了。青灵草发芽了，青灵草真的种活了，越来越撑不住了。我不能死在这儿。陈平，上个月你只完成了8成，这个月再完不成定额，只能请你离开宗门了。哎呦，陈老弟，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了？这矿洞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老弟啊，你后来怎么突然硬气起来了？气力长得飞快，是不是得了什么宝贝？只要告诉哥哥，立刻把你调出去，就是当哥哥身边一条听话的狗，也比你现在强100倍，是不是？王胖子，我一定要杀了你！仙师，我还要购买1枚青灵草种子。再换得1粒种子，翻身的时间会缩短不少。青灵草都种活了，有1株青灵草已经成熟了。这就是希望。灵矿毒解除了，身体恢复了。7，这揽雀诀，白鹤鹤亮舞，野马分上，单兵。终于活过来了，必须伪装，不能暴露已经解毒了。就让他们继续当我是个死人。600斤，这么轻松？700斤也能举起来了。陈平，100斤整，这个月达标了。刘管事，陈平那家伙这个月交了多少？陈平这个月交了100斤，达标了。前2个月都交不够，陈平这痨病鬼怎么又行了？剩下的2株青灵草结籽了。一共48粒青灵草种。
养生功15套，力量还在提升。这就是仙人，终有一天我也要成为仙人。48株青灵草全都成熟了，30株摘下服用，18株留种出青灵草种子循环种植。后面继续服青灵草，力量可以持续稳定的增长了。每天吃1株青灵草。坚持练习养生功，第30套了，身体越来越强了。700斤，这么轻松。起，2000斤，成了。管事弟子考核，成败在此一举。弟子陈平，矿场长义，申请管事弟子考核。矿场长义，气力几何？去，用尽全力打他一拳，胸口位置。好硬，竟然纹丝不动。1997斤，不错，远超1000斤门槛，你通过了。此乃牛力丸，每年1枚，能固本培元，增兴气力气血。谢管事。拿着，这是各处尚缺管事弟子的直司名录，你自己选一处去上任。百药园就是这儿了。管事，弟子愿去百药园任职。去吧，百药园那里清静，很适合你。谢管事，还有一事想向管事咨询。你问吧。弟子欲要检测灵根，想成为宗门记名弟子，不知这灵根检测需要何等条件？检测灵根简单，去内务堂交5块下品灵石，我给你测。5块下品灵石？1块下品灵石兑100灵晶，5块便是500灵晶。知道了就下去吧。谢管事。有玉佩在500灵晶就不是梦。百药园我来了，那里有灵药，玉佩在就有希望。这就是百药园。这位便是新来的管事吧？小的王发是这百药园的常役，恭候管事多时了。王老伯不必多礼，我叫陈平。这么多灵药，都是宝贝。陈管事，这间房就是您的住所。很好。陈管事，我让园子里的手下过来拜见管事。不急，你且先跟我说说园子里的事情，日常都做些什么，规矩如何？百药园核心是照料几十种灵药，一是需每日清晨从特定泉眼挑取灵泉水浇灌，二是辅灵膏需按照严格比例混合施肥，都是精细活。这园子里的每一株灵药，由封顶仙师亲自过问，若因照料不善导致枯萎或药性大减，轻则责罚，重则是要掉脑袋的。这是新来的管事。好冷的气质。那位是？那位是白芷白管事，管着东边那一片寒性灵药，他是封顶直接派下来的，据说有些来历，性子也冷，只专注于他的药田。
他身上的寒气和寒星草很像。这是封顶仙师大人赐下的百草图鉴抄本，您务必尽快熟知于心。图文绘貌，仙人记录的好详实。百草图鉴，配合玉佩空间，这才是真正的仙缘。王伯，带我去看看我负责的区域，认认人。好，走，都过来。这位是新来的陈平陈管事，以后就由陈管事带着大家照料西园这片药田。见过陈管事。不必多礼，大家看好自己负责的灵药，出了差错，封顶怪罪下来，谁也担待不起。这块是赤阳花，边缘发红就是快成熟了；那块是止血藤，藤皮深褐色药性才好。还有凝露草，叶片肥厚。这茯苓膏劲儿大，离根近了能把根烧烂。自身喜阴，赤阳花怕水涝，都得记住。青灵草不能忘本，没有它，我早就死在矿洞了。养生功35套、36套，要继续坚持。哪些灵药最值钱，哪些最容易繁殖，都要摸清楚。王伯，这赤阳招什么虫最厉害？最烦人的是火蚜虫，红头黑背，专吸嫩叶汁水。止血藤可扦插，凝露草可分株，寒星草靠媚险。一些价值较低、数量多的灵药，偶尔少一小段，根本不会引起注意。这根藤长得不错，看这颜色，药性应该积累的足了吧？这种深棕色老藤皮是炼制上品回血丹的主料。这里是不是有点发霉的迹象？好像是师傅病前兆，得赶紧处理。别慌，把染病这段藤切掉就行。你去找点干净草木灰来。成了，涂在这儿，这样处理就没事了。草木灰能防虫防腐，过几天伤口就会结痂。谢陈管事，要不是您发现的早，可就遭殃了。以后多留意。百草图鉴记载，止血藤可以扦插，这段藤蔓在黑土地里成活可能性很高。回收一些灵药小枝都有合理的理由，慢慢来，都会有的。灵泉水，这可是好东西。用灵泉水浇灌的灵草，生长速度是正常速度的20倍。短短1个月，凝露草成熟了，这才是真正的灵药。养生功40套、45套、50套，身体在变轻。养生功的瓶颈松动了。寒星草，洗髓丹主药。如果能得到一小片叶子，说不定能种出来，但是不能直接下手，得另想办法。寒星草数量稀少，白管事看管极严，每一株都有报备，直接动风险太大。陈管事，白管事那边出事了。昨日是谁负责浇灌寒潭水？是小人，按您吩咐每株半勺，水温冰凉刺手，小人不敢有差池啊。不像水的问题，也不像虫害。白管事，可否容我一言？寒星草性孤寒，既与火性灵药相邻，那片赤阳花正值成熟期，火气外溢，气息难免有所侵扰。或许正是如此，不如先用湿冷青苔泥做个临时隔断，同时浇灌稍浓的寒泉水，固本培元。你懂药理。刚来园子多翻了几遍百草图鉴，死记硬背罢了。王发，带人去后山取新鲜青苔混冷泥，在土补岗上垒一道矮墙。你去取寒玉粉，用寒潭水化开，单独浇这株病草。是。多谢提醒。这是仙人手段，白芷至少是记名弟子。是那株寒星草上掉落的残叶，竟然粘在了袖口，一切都是这么巧合。好纯的寒气，不愧是洗髓丹主药。这片寒星草的叶子能活吗？如果能活，一切都会改变。
寒星草，3年成熟，分株繁殖。3年太久了，但年份越久药力越强。短期内无法靠寒星草提升实力，但长远看价值巨大。不能急，耐心培育，等分株。白纸那株寒星草稳住了。白管事，这就是寒潭水，果然寒气逼人。寒星草要用这寒潭水来浇灌。养生功到达50套后，青灵草已经没有效果了。青灵草先存着，以后再说。希望在他们身上了。时机到了，可以开始规模移栽了。10株凝露草，9株寒星草，种出自己的仙途。凝露草每次成熟都能采摘叶片服用或分植，寒星草虽然成熟慢，但是能分株，用不了多久，玉佩空间里就会种满寒星草。数月后采摘叶片，其药力不知能带来怎样的惊喜。时间是我最大的优势。现在养生功每提升1套，都要消耗大量凝露草，气力维持在4000斤左右，已经很久没有提升了。凝露草的药效也已到达边际，开始递减。要想冲破现状，只能从白痴管事身上寻找突破口了。王伯，白管事平日里可有什么喜好？白监管啊，看着冷冰冰的，但做事公道，没为难过咱们这些人。要说喜好，他好像挺爱吃甜的。好几次我见他休息时，自己掏出一小块糕点，吃得挺香。这倒是个突破口。面粉、糖、油，比例不能错。火候过了，再来。这次成了。白监管，刚做好的豆沙包，尝尝。不用了，你们吃吧。今天试了蒸糕，还算松软，白管事尝尝看。白管事，咱们园子里的灵药，除了上角宗门，若是有蛀余的，外面可有门路能换些东西？北边出杂一峰，向北50里有个小山谷，有些记名弟子和外门弟子在那里交换些用度。那里规矩简单，但也鱼龙混杂，小心点。北边50里山谷，小型坊室，机会来了。到了山谷的小型坊室。50灵晶，不能再少了。这可10年。价格心里有底了。看了2圈，凝露草在这儿不算珍贵，1株能换50灵晶，止血藤更便宜，黄纸符比较紧路。上好的凝露草要吗？凝露草有多少？20株，年份足，刚采下不久。看看货，品相还行，30灵晶1株。坊市里1株50灵晶，我的货更新鲜，品相更好。13块零食，20株我全要了。那我去问问别人。哎，等等，老弟够稳当，70灵晶1株，14块下品灵石。灵石，这就是修炼界的硬通茶。老弟以后有好货可以来找我，我叫王潜福，常在这片收货。怪人，不过货是真不错。终究是仙家之物，凡俗手段难以撬动。玉佩将灵石吸收了，玉佩空间变宽了一点点。玉佩吸收灵石，能扩张玉佩空间。只剩6颗灵石了，5枚要用于灵根检测，留1枚以备不时之位。无论凝露草还寒星草，
在这片黑土地上同时生长的极限就是200株。凝露草、含星草，400株灵药，足够了。百药园，等我回来。这条路无论多远，我都会走下去。陈平，百药园的，出什么事了？可是灵药有损。回禀管事，百药园无事，灵药长势看口。无事？那你来此作甚？弟子想检测灵根。上次不是和你说过了，检测灵根不是靠张嘴说就行。检测灵根5块下品灵石，没有灵石说破天也没用。5块灵石，普通弟子怎么弄到的？能悄无声息弄到5块灵石的人，不是表面这么简单。不急，慢慢查他。这就是仙人待的地方。什么是灵根？只要有灵根，就可以进入仙门。去排好队。好。下一个。这是我喜丹灵根，天佑我宗。好一个丹火灵根！此子我烈阳峰要了，即刻起便是我烈阳峰真传弟子。下一个。决定命运的时刻就在此刻。五行平衡，这从未见过。五行平衡，从未见过如此平衡的武灵根。武灵根修行极难，此人更是武灵力完全均等，互相牵制，互相湮灭，鉴定为五行废灵根。下一个。好消息是我有灵根，坏消息是五行平衡废灵根。结果已出，你跟我来领取宗门的基础功法。百药园那边你继续做管事，不可懈怠。我叫李应勇，宗门外门弟子。既然检测出灵根，按宗门规矩，你已脱离杂役身份，成为记名弟子。长青诀基础修炼功法，2枚下品灵石，恕你记名弟子1年的俸禄。瓷瓶里是1枚洗髓丹，助你洗涤灵根杂质，需要突破炼气1层才能使用，否则会爆体而亡。记名弟子并非高枕无忧，按宗门规矩，1年内未踏入炼气1层，视为仙途无望；5年内未突破至炼气3层，都会被剥夺弟子身份。明白了，你好自为之，去吧。多谢李管事。炼气，引气入体。不行，引气入体毫无头绪。白管事，听说你昨天通过了灵根检测，恭喜你成为记名弟子。多谢，白管事。我尝试引气入体一夜，毫无所获。不知白管事是如何引气入体的？感应灵气本就因人而异，全凭天赋和一丝说不清的悟性。我当年也用了近1个月时间，才模糊感应到灵气存在。你刚得功法，不必着急。多谢白管事指点。白纸都要1个半月，我这个废灵根需要多久？灵石果然只是灵石，无法为我所用。1周了，引气入体毫无进展。终于，含星草也成熟了。引气入体毫无进展，这株成熟的含星草或许能帮我。有效，含星草这股药力能被引导。引气入体，活下去，报仇！引气入体，成功了。
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能吃这么多寒星草了。这就是灵气，只有在功法运转时才能看到天地精华。这就是五行废灵根吗？这种速度，恐怕需要几年。洗髓丹，希望它有用。洗髓丹正在将身体的杂质毒素排出来，进步相当显著。果然，修炼一道，还是要依靠丹药辅助。3成，冲击炼气1层所需时间将大大缩短，也许只需要2、3年，甚至更短。玉佩空间还有灵药400多株，可以换取灵石供自己修炼。未来成为一名炼丹师，自己炼制丹药，似乎也是不错的选择。白管事，一枚灵石只能使用5天吗？上等的寒星草2灵石20灵晶1株，上等的凝露草1灵石1株。品相确实比别家强不少。寒星草2灵石20，我要5株，我留3株，凝露草剩下的我帮了。64枚下品灵石，应该能买不少好东西。掌柜的，洗髓丹怎么卖？倒有实货，咱们回春堂刚到了一批上好的洗髓丹，只用4灵石1枚。前面百草轩才3灵石，你这4枚灵石1枚，你这贵了。3灵石1枚，我要10枚。哎，行，3灵石就3灵石，10枚给你，可别告诉别人。多谢道友惠顾。小哥有兴趣的话，10灵石不2价，5灵石，8灵石，好歹最后有丹方。6灵石，再多没有了。拿走，拿走，这玩意儿我看着都来气。这丹炉20灵石，老板莫不是开玩笑？15灵石，行的话我带走。太低了，18。巷子口那摊上新的丹炉也就20出头，你这15我都是看缘分。行，15就15，算我亏本，赶紧拿走。哼，每次踏入坊市，对都是一场押上性命的豪赌。好在这次又赌赢了。今天在坊市买了不少东西，如此小的符箓就能释放出威力惊人的术法，这是保命的底牌。炼丹初解连路，要好好研究一下。陈管事，您找我？王伯，我最近修炼需要时间静修，你在园子里日常的巡查、安排干活这些事，我想暂时托付给你。这怎么使的？我哪懂这些？巡查路线你比我熟，伙计们也都服你，遇到实在拿不准的，你再告诉我。这是这个月的辛苦钱，你先拿着。丹药中有丹毒，服用1枚后数天才可再次服用。距离炼气1层还有不短的距离，修炼之路才刚刚开始。凝露草都成熟了，先收集储存起来。种上之后要用到的赤参和荆花，成了。炼制丹药材料的问题初步解决了。第一次炼丹要千万小心，不敢拖大。第一次炼丹果然失败了。凝露草药性轻灵，赤参厚重，荆花温度稍高就焦糊，灵气太弱，无法精细控火。再来一炉，减少灵药用量，提前调低火力，这次一定能行。第100次失败，天真的我，还是低估了炼丹的难度。陈平，怎么这么久才开门？在里面藏宝贝呢？没什么，方才在打坐，有些入神了。喏，拿着，这是我熬制的大补汤，看你最近脸色差得很，
再熬下去，铁打的身子也扛不住。你多注意歇息，别总是一个人闷着。自从父母离开，这是第一次感受到来自别人的关心，的确需要休息一下了。被人关心的感觉真好，将来一定要对白姓涌泉相报。要开始新的一轮炼制了。是杂质，是药力未曾提纯干净，才让融合如此艰难。炼成了，是真的丹药。炼丹既然已经成功，下一步就该尝试突破到炼气1层了。想不到竟不能强行突破，只能这样了。给我破！成了，半年炼气1层，不用再担心被赶出宗门，终于能在宗门站稳脚跟了。10掌之内，一切都在我脑中。这就是神石，神石消耗太大了，这一会儿的功夫，灵气便耗了大半。4000斤气力已是肉身极限，这便是修士的力量，灵气加持下的强大破坏力。陈管事找白管事吗？他可在。白管事啊，几天前就走了，听说直接进宗门外门了，还真是好运气。知道了，谢谢。连当面道谢的机会都没有，白芷，恭喜，愿你仙路坦荡。传说中法宝能化光引入丹田，这玉佩如此神奇，会不会可以进入丹田？玉佩真的能收入丹田，这样就不用担心被人发现玉佩的秘密了。有了神石，火候不再是猜，每一丝药力融合，都逃不过我的感知。1整年了。20炉乘5、6炉，已经是一阶炼丹师的水准，算是入门了。距离炼气3层只差临门一脚，可这脚越来越沉重。药力衰减，使身体产生了丹药抗性，养灵刀快没用了，必须找到新丹方，还要想办法隐藏修为。半年炼制的50粒养灵丹，全部换成灵石，购买保命的资本。年关将近，寒风刺骨，此去若顺利，回来就是另一番光景。不二价，3灵石10枚灵晶行不行？给我来5粒，我要3粒，160枚灵石，够买东西了。道友眼光好，这可是含铁精金打造，能压制修为气息。多少灵石？25枚灵石，真不贵。道友需要什么丹方？洗髓、聚灵、培元都有。这2本丹方怎么卖？洗髓丹方20灵石，聚灵丹方30灵，里面都附炼制心得，保你少走弯路。这2本全要了。长青诀比这些强多了，先把修为提上去。多少灵石？24灵石，交个朋友。要了。青木盾和玄铁剑多少灵石？一起20灵石。掌柜，可知附近哪能买到稀有材料？城北30里有黑市，进门需3灵石入门费，少说多看，别漏多谢。打听到黑市位置，稀缺资源就有机会弄到手。东西收入玉佩空间，可随时拿出。面具压制修为到1层。3个脚步声，恶意十足，跟了一路，被盯上了。3个炼气初期，气息驳杂不稳，不知哪来的自信。前面戴面具的站住！小子识相点儿，之前东西和储物袋交出来，省得皮肉之苦。几位大哥行行好，
小的给上面跑腿，交出去还戴鬼脸面具装神弄鬼，少废话，交出东西留你狗命，不然。大哥！这不是好事，快拿东西离开这里。果然够穷，不过储物袋算是意外之喜。储物袋空的，找个机会卖掉换零食，风险不小，收益却如此微薄。阵盘，一阶下品巨灵阵盘，能增强修炼环境。阵盘可以将屋内灵气浓度提升5成，日积月累，修炼速度也能快上不少。把这次买到的灵药种子种下，20倍速度很快就能成熟。养灵丹效果已经大减，要赶快炼出洗髓丹和聚灵丹，把买到的50份灵药材料全部炼制，每一次都是宝贵的经验。50份灵药成功18次，83枚养灵丹。冬去春来，百药园生机重现，修炼之路也如这草木，生生不息。寒星草，寒星草是典型草本，生命周期10年，从未见记载能长成树。玉佩空间不仅能加速生长，还能促使灵药发生变异。陈平师弟在吗？外门执事堂例行查检。弟子陈平，见过执事。入门已经1年，修为可有进步？释放气息看看。炼气1层，继续勤加修炼，切勿懈怠。是，弟子明白。不过1年内炼气1层也算聪慧，修行之路漫长，贵在坚持。多谢执事教诲。炼气1层的俸禄5枚下品灵石，1枚洗髓丹，你好自为之。果然，炼气中期的外门执事也无法看穿面具伪装。李管事，您找我。陈平，你可知道？陈平刚来杂役峰时病恹恹的，后来突然像换了个人，力气越来越大，让他去矿洞，反倒混成了管事。知道了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就先告退了。陈平原籍青州小石村凡人，彻头彻尾的泥腿子，突然开窍，凭什么？矿洞死个人再正常不过，他还混出实了，定有不知道的仙缘。陈平藏得够深，干脆一不做二不休。新炼制的聚灵丹可以提供精纯的灵力来剥离杂质。聚灵丹有效，灵气提升了。成了，炼气3层，神识达到60丈了。屋里每一粒微尘，屋外药草叶片的脉络，全都清清楚楚，太奇妙了。以前遇见半炷香的时间就神识刺痛，现在1炷香过去才感觉有点疲惫，精进不止1星半点。火球术终于能用了，不过炼气3层在修仙界依旧是底层，还需要继续修炼。聚灵丹的效果远超养灵丹，火球术、御物术也小有所成了。2年，从引气入体，终于修炼到炼气6层了。御物术大成，心念所至，剑气到达。火球术，指哪打哪。半年多，2门功法已同时大成，运用自如。寒星草树叶片坤厚，星点密布，药性远超20年的灵药。聚灵草也长成了树，它们本只有10几年寿命，却被玉佩空间改写了规则。聚灵丹的药效也开始删退了，勉强还能冲击炼气7层，之后就得另寻出路了。不过炼丹术倒是10炉能成5、6炉，黑市得去一趟了，那里或许有高阶材料和丹方。谁？这个时候不妙。记名弟子陈平，正式弟子。3日后辰时，山门广场集合，随队前往灵药谷执行采摘任务，不得延误。敢问师兄，弟子负责照料百药园，为何是弟子？有人举荐你做事勤勉可靠，为宗门补充人手，你不愿意？弟子不敢，谨遵宗门调遣。有人
人推荐，不应该。难道是王胖子，还是李管事？一定是想借宗门之手杀我，夺取机缘。此去灵药谷，定是有人设局。我要主动破局，将威胁彻底抹除。这就是黑市，人还不少。掌柜，聚灵丹收吗？成色不错，10灵石一粒，共500灵石，如何？成交。道友看看符箓，上品爆裂符，10灵石一张。20把上品爆裂符，10掌上品金刚符，打包。置换1把1阶中品飞剑，速度要快，锋利为主。1阶中品清风剑80灵石，着就底10枚，道友补齐10灵石。成交。傀儡初级，就是些木头兽骨的拼装教程，样子或吓唬人。30灵石不讲价，20灵石如何？你上别家看看，最少28、22、25，要就拿走。成交。灵药谷秘境开启7日，储物袋装满50株灵药即可送出，多采者另有额外贡献点奖励。哼，储物袋有宗门禁制，私吞灵药后果自负，大家列队入阵。李管事、王胖子也在，那个领队孙乾也一直在打量我，肯定是他们设的局，一定要小心。都跟紧点儿，这里毒虫妖兽不少，走散了可没人管。就在这片区域分组行动，日落前必须回到此地会合。陈师弟，你修为若跟我一组，带你熟悉熟悉。好的，师兄。小子，把你身上的宝贝交出来。李应勇不会轻易推荐人，你肯定有他看上的东西。识相的话，给你留个全尸，也算死在风水宝地。我要是不呢？狂妄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清风剑，怎么可能？就是这里了，李应勇的埋骨之地。留下逃跑的痕迹和慌乱脚印，他们应该会找来的。来了，这么明显的痕迹，居然花了2天时间才找来。陈师弟可真是让我，怎么跟孙师兄走散了？原来是李管事。陈师弟慌不择路了吧？孙乾那蠢货竟让你给逃走了。明人不说暗话，把你身上的东西交出来，饶你一命。这买卖划算的很，别给脸不要脸。这荒山野岭杀了你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乖乖把东西拿出来。饶我一命，李应勇就凭你！不可能，废灵根怎么会炼气6层？一起上，宰了他！饶命！陈爷爷，我猪油蒙了心，饶我一命！饶命！陈爷爷，我猪油蒙了心，饶我一命！王胖子在哪儿？我说，都是王胖子怂恿的，他就在西边30里的山洞里，等着我们把你解决掉，好分赃。葫芦口山洞。对，陈师兄明鉴。李应勇应该得手了。陈平啊，陈平，以为攀上仙缘就能成为仙人？老子略施小计，借刀杀人，让你不识抬举。怎么还不来？难道李应勇那蠢货出岔子了？不是对付一个炼气1层的小崽子吗？李应勇那蠢货怎么还不来？陈平，怎么是你？饶命！陈仙人、陈爷爷，都是李应勇挑唆，饶了我这条贱命，灵石丹药全给您，给您当牛做马。饶了我，我给您当最下贱的奴仆。刚刚你可不是这么想的，现在晚了。陈平，你不得好死！
宗门不会放过你，我做鬼也不。陈平任务超额达成，额外奖励6点贡献点。谢长老。这次收获不少，37块灵石、低阶丹药，还有普通法器。树大招风，废灵跟炼气6层就是最大的问题，还不能暴露加入外门的想法。探亲申请，希望能尽快批下来。爹娘，等我。聚灵丹已经没有多少效果了，但这道屏障，水滴石穿，总能冲破。炼气7层，水到渠成。掌柜，可有培元丹或黄龙丹的丹方？那是宗门内门才有的东西，小兄弟别费心思了。那炼气后期的丹药呢？只有聚灵丹，再高就没有了。果然高阶丹方都被宗门把控。先接父母回来，走一步看一步。宗门同意探亲了，爹娘，我来了。这就是黑石矿区，先在这儿对付一晚。住一晚，简单对付下就行。好嘞，您随便坐。咱好坑又塌了，南边新矿脉是蛇窝，没一个能撑过3天。老陈头那俩口还在废坑那边造孽啊！嘘，让监工听见你也想去废坑。老陈家，你也想去废坑？难不成是父母？不能再等了，今天就去探一探。一边去，别挡道。这位管事大哥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大人，什么事儿？您尽管问。我想打听个人，陈大山两口子是在废坑那边吗？大人，打听废坑干什么？去年他俩顶撞了巡查仙师，被罚到废坑了。废坑归八脸熊管，怕是早没了。听小的一句劝，离开这地方吧。这管事是修士，炼气6层，难怪能镇守废坑。滚出来！我来找人，陈大山与林氏。敢问道友哪个宗门跑到老子地盘上找死？道友饶命！刚才是开玩笑，你要找的人在矿洞最深处，小的愿用仙元换命。仙元，若敢骗我，你知道下场。大人放心，小的句句属实。你要找的人就在矿洞内。爹，娘，儿子回来了。是我平儿，儿子回来了。好，回来就好。娘就知道我儿有出息。儿子有丹药能帮你们驱除矿毒，先服下。这是金灵矿的毒，绝非一颗丹药能解决。爹娘，是外面那个管事把你们安排在这毒矿里的。外面那个是熊管事，他救下了爹娘这条命。那年爹藏了点碎矿，被监工抓住，嫌疑要当场打死我们。是熊管事说了几句好话。熊管事他是我们恩人。儿子知道了，我带你们离开这儿。大人，您出来了，平安就好，平安就好。这是令尊令母的契书，小的一直替他们保管着，如今物归原主。等安置好我父母后，就去看看你的逆天机缘吧。大人，二老安顿好了。仙缘在哪儿？带路。在那边崖壁上，半中间有个小石台，东西就在那儿。小的这大人去。前面带路。大人，就是这儿。阴灵藤。大人果然见多识广，小的当年就是吞了这宝贝，才踏上仙途。这就是你逆天改命的仙缘。大人，您看它的根不一样。这不是普通阴灵藤，这株灵韵纯纯的不可思议。难道是异种？异种五行阴灵藤本有无限可能，但是此藤已有枯小迹象。或许在玉佩空间中，它还有一线生机和希望。给你2条路，一是跟我回宗门，护我父母周全，我供你丹药修行；二是继续留在矿场。留矿场等于当长工，还有生命危险。这位爷这般年轻已是炼气后期，必有大机缘，抱大腿才是正经。
大人，小的选第一条路，愿追随大人赴汤蹈火。好，起来吧，把手伸过来，我检测一下你的经脉。是5行灵根，但是各属性粗细不一，看来阴灵藤果然有效。你先回酒馆照看好我父母，我还有些矿场的事要处理，稍后在酒馆会合。大人放心，小的定当护好二老。进入。希望这5行阴灵藤能够在玉佩空间成活下来。爹娘，熊管事会跟我们一起回宗门帮忙做事，以后不会再让你们受苦了。平儿做主便好。陈管事，您回来了。王伯，这是我父母，今后住在园里。这位是袁惊天，以后也会在园子里帮忙。哎，好，好，好，快屋里请。爹娘，以后就住这儿，有事随时唤我。你以后就住这儿了，拿着。这是半年的丹药用度，好好修炼，护好我父母。谢大人厚赐，属下定当尽心竭力，勤加修炼，早日突破。起来吧，把这段时间积攒的灵药全部炼制成丹药。是时候再去黑市碰碰运气了。先去百草堂把丹药换成灵石。掌柜，出货。道友这批丹药品质极好，老规矩，10块灵石1枚，全收了，如何？成交。掌柜，上次提过的丹方之事可有眉目？近期黑市背后的暗影会要举办一场拍卖会，据说会上有一份高阶培元丹方，丹方珍贵，需拍卖资格入场。道友是本店常客，老夫可为您担保，换取入场令牌。有劳掌柜了。培元丹方是突破炼气后期的重要契机，绝不容失。看来参加拍卖会的人还不少。下一件拍品，培元丹丹方一份。第一次参加拍卖会，好在所有人都完整丹方，底价1000灵石，1600、1700、1850、2000、2100、2100灵石第2次，2100灵石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位道友！养魂木残料1节，灵性大师，底价200灵石。这块养魂木在玉佩空间中就有希望。200灵石，200灵石，成交！恭喜这位道友！养魂木一旦成功，收益将无法估量。培元果种子怎么卖？30灵石1粒，只有5粒。3星草和月华草种子各要10份，多少灵石？3星草种5灵石1份，月华草种8灵石1份，一共130灵石。培元果、3星草、月华草，材料齐了。把培元丹所需的灵药种下，空间内20倍速度，很快就能成熟。等到成熟，就可以炼制培元丹了。养魂木果然可以栽种，只要静待养魂木长成即可。不错，玉佩空间还能依靠灵石继续增长。修炼欲速则不达，将精力转向傀儡之道尝试一下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是手法、灵气，还是材料？贪多嚼不烂，只保留最核心的能力：聚灵、控魂、流风。飞起来了！向前！傀儡制作成功，值得纪念。下品，回收38灵石1只。小的初学，建议册子记木鸟刻锋刃、锐金等铭文，品阶如何？那是给2阶傀儡师玩的，1阶下品刻那么多铭文，灵气冲突炸不死你，怕不是哪个半桶水瞎编出来坑新人的吧？果然是路子的根本歪了。这个多少？中品傀儡教程，120灵石。中阶傀儡，这才是正道。之前提前种下的培元果长成了，不错，比市面上那些还要强上几分。
万事俱备，可以尝试炼制培元丹了。一外附，一内压，压缩。心心念念的培元丹炼制成功了，灵气吸收10不存1，但借助培元丹的药力足够了。灵气瓶颈犹如星河汇聚，突破就在此刻。炼气8层，水到渠成，还不够，要想突破这层瓶颈，再吃武力。破！炼气9层，终于成了。不知不觉，玉佩空间已经扩大到如此规模了。40年药性，不知效果会达到什么程度。五行阴灵藤已成气候，粗略一观，规模是当初的数10倍。接近40年的药性，这五行阴灵藤的效果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初那株母藤。见过执事。炼气3层，修为倒也没有懈怠。半年后准备入外门，也该给宗门发光发热了。敢问师兄，不是需要通过外门大比才能加入外门吗？宗门认为此举繁琐，现在5年内踏入炼气3层的记名弟子直接纳入外门。管事殿的管事李英勇与你相识，他失踪了，你可知晓他的下落？弟子不知，弟子和他不过是点头之交。好好修炼，半年后我来接你入外门。都这么久过去了，不用担心，死人是不会说话的。一阶下品傀儡，成功率已稳定在4成以上。一阶中品，也终于有了1成左右的成功率。这丹药不错，是说好。距离筑基丹的5万灵石，只差2万多。27个节点全部打通，形成了一条新的灵气循环之路。炼气已达巅峰，下一步便是筑基。面具可以屏蔽筑基修士的常规探查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。这便是近5年时间挣来的全部筹码。距离执事堂弟子约定的半年之期，只剩最后半个月了。或许也该去往一个更大的平台了。这就是青云宗山门了。弟子陈平奉命来外门报道。陈平，什么修为？回管事，炼气3层。身份玉牌也是洞府禁制令牌，收好。赵宁，带他去外门挑选洞府。是，师叔。入了外门，规矩先要祭陶。1. 每年必须完成至少1项宗门任务。2. 宗门发布征调任务，必须立刻集结，不得推诿拒绝。3. 宗门内部严禁私斗，若有矛盾可上斗法台解决。私下伤及性命，废去修为，逐出宗门。是，师弟明白。外门弟子享有福利，每月2枚下品灵石，1枚洗髓丹，还可前往青云峰挑选无主洞府，完成宗门任务获得贡献点，可在藏经阁兑换功法。外殿有筑基师叔讲授功法。多谢赵师兄悉心指点，师弟铭记于心。同门之间理应如此。陈师弟，今日之言出我口入你耳。宗门近来不太平，玄一门3年前开始袭扰我宗矿脉，杀戮弟子。宗门已正式向玄一门宣战，你根基尚浅，切忌莫要贪功，远离纷争。多谢师兄提醒，师弟定当小心。走吧，我带你去挑选修炼洞府。看到了吧？那接近山巅的区域是内门师兄们的居所，往下便是外门洞府区。位置越高，灵气越足，外门弟子可自行挑选无主洞府，但你出来不必刻意追求高位，选个合适自己的就好。陈师弟，你确定选这里？此地偏僻，灵气稀薄程度在外门洞府中怕也是倒数。师弟根基浅薄，能有栖身之所已是万幸。此地虽然灵气差些，胜在僻静，无人打扰。外面这10亩地，慢慢好获得灵药，多少也能补贴修炼所需。师弟能这般想，殊为难得。多谢师兄。
此禁制仅能阻挡凡俗野兽和炼气器的窥探，莫指望能抵御强敌。是，多谢师兄。护送商队驻守矿坑，每一个任务背后都透着血腥和战火。清理废之10日，贡献点3。换筑基丹需要1万个这样的任务，要数百年。此路不通。我要报名下个月的远灵秘境碰碰运气，那里能获取筑基丹主药。远灵秘境，采集筑基丹主要的渠道。远灵秘境，这是短期内能获得筑基丹最简单、风险最小的渠道。炼气9层及以上方宜考虑，炼气3层的废灵根。远灵秘境，我非去不可。何事？回管事申请报名参加远灵秘境。你炼气3层要去远灵秘境？是的。拿着，这是秘境信物。1个月后卯时3刻，山门广场集合。谢管事。2阶金刀符来10张，2阶雷暴符来10张。只要是上等的符箓，都来者不拒。100、200、300、500张整，3万多枚灵石全部化作了符箓。1、2、3、30张，一共30张2阶符箓。老夫姓秦，负责护送尔等前往远灵秘境入口。秘境内机缘与风险并存，秘境内所得灵药，宗门抽取3成，多采者可获得额外宗门贡献点。登船。远灵秘境，生死各安天命。记住，2月后凌云峰顶集结，逾期不候。秘境之内禁止同门相残，违者逐出宗门，废去修为。若遇生死危机，放弃机缘，使用求救符可传送至秘境入口。言尽于此，准备进入。什么？炼气3层？等等！炼气3层，这不是找死吗？好浓郁的灵气，难怪能孕育珍稀灵药，比青云峰洞府还浓。是紫荆花，筑基丹主药。紫荆花一定会有妖兽守护，必须找到它。有人！神霄派的3个炼气9层，哈哈，运气不错，是紫荆花，还没有妖兽守护。小心点，别弄坏了花瓣。二阶妖兽。二师兄！跑！快跑！2阶妖兽，相当于筑基初期。那2人瞬间就被杀了，还有1人受了伤，带着一株紫荆花逃了，气息非常不稳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青云宗的杂碎，炼气3层也敢劫道，正好拿你祭剑。什么？3丈1阶极品火蛇符！紫荆花，第1份主要到手。是真元果，3枚，这简直超出常理，竟然没有埋伏，天助我也！啊，中计了，是困阵。等了1天，总算钓到一条不算小的鱼。去，把它储物袋拿过来，小心点儿，别弄坏了里面的东西。我教，别杀我！不好，12阶符箓，快退！消失了！一个炼气3层，瞬间秒杀3名炼气9层，消失了。是盾符？不，没有空间波动，还在这里，一定在！出来啊！他已被阵法困住了，把他救出来！不要慌，他只有1个人，我们一起上！杀了3个，还有3个还在外面等着我，只剩27张2阶符箓了。要破开3个后土宗的乌龟壳，至少要近100张1阶和10张2阶符箓。符箓没了可以再挣。这株真元果树，机缘错过，可能再无下次。在那里，杀了他！该死！他到底有多少符箓？怎么可能？分头走！3枚真元果，还有果树，足够了。真元果树在这里扎根了，日后便是源源不断的筑基机缘。千年元雷烛，这是炼制雷属性法宝的顶级材料，其价值不可估量。中心那株千年元雷烛根本不是我能染指的，即便侥幸获得，也会被所有人追杀。看看这雷烛幼苗是否可以拿到。是千年元雷烛的竹笋，虽然远不及本体，但它蕴含最本源的生机和雷属特性。蠢货，挖那玩意儿有屁用？离了这雷竹林不出3日就枯死了。在下青云宗白月，此竹归我青云宗了，谁有异议？冷师姐，那边好像还有个我们外门的师弟，似乎是落单了，要不要？不必，道途艰险，各安天命，他有他的路。走，去凌云峰。白月，青云宗内门弟子，
和白纸一样行事。看来回宗门后需要更加谨慎。元雷竹笋离开雷竹林的环境后，果然暗淡了许多，生机也在快速流失。果然可以，外界所需的苛刻条件，玉佩空间似乎都能完美替代。